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提一下254跟365的事情了。难道又是第二次的抗韩大战了吗？他们这个地图匹配出来呢，其实我不感到意外，我已经预想到254可能会匹配成功了。在他们报名的时候，我是有看到这几个王国也是有跟着一起报名的。像254的战力是最夸张之外，其他王国的战力其实都不会相差太远。所以365说什么这一次如果报名不成功，他们才去参加5月1号的报名。这个数据明显看到他们要报名不成功是很难的。至于254为什么他们这一次报名了，不是说要5月1号一起报名吗？我这里就有一封公告，是他们在4月17日要报名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公告就是班尼发出来的，他这里给2个选项，要就报名英雄战歌，不然就报名奥尔良之围。他们已经不能再跳过了，已经跳过太多次，这一次是强制报名。现在他们是已经锁定了奥尔良之围的地图。第一个选项就是报名英雄战歌，但是大多数的仙佛王国都去报名了奥尔良之围，报名失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可以配合上5月1号的时间去跟大家会合。可是万一匹配成功的话，他们在英雄战歌里面就会很无聊，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在这之前，254其实已经休息了半年时间，他们再休息下去的话，王国就会崩解，就等于说他们报名英雄战歌相当于赌博，要么报名失败就可以跟大家会合挑战先锋对决，否则匹配成功，他们整个王国就崩了。我收到情报，在之前254因为他们休息太长的时间，有不少的玩家已经选择弃坑或者是移民了。至于奥尔良之围呢，他这里有列出有哪一些王国是已经报名了，虽然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些王国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取消报名，毕竟这些王国都是没有讲好要不要一起报名的嘛。可是班尼觉得，与其冒英雄战歌的险，还不如冒这个险。如果匹配成功的话，至少还可以打架，还可以配上其他的先锋王国。报名失败的话，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可以等到5月1号再次报名。所以比较起英雄战歌，奥尔良之围才是更好的方案。所以他们这一次报名才会选择奥尔良之围。也如班尼所想要的，他们这一次匹配上了365，就是想要把365打死。但是这个地图出现了一个比较搞笑的情况，就是945。据我了解，945在报名这个 KVK 的时候，他有发出了这个公告，他要求队友们从4月16号到4月25号期间呢，不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呢，你们看过我之前讲露娜的事件，应该也比较清楚啦。不过他这里的要求比露娜的还要更夸张一点。第一点，所有联盟的领袖要把他们的联盟人全部踢掉，只是需要1个人在联盟里面，也就是盟主。他这边还有 deadline 哦 ，UTC 12点的时候必须要完成，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好奇945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整个联盟只有1个人在里面，以为他们是集体移民了还是内战之类的。第2，不能采集；第3，不能打野蛮人；第4，不能训练部队；第5，不能打日落峡谷；第6，不能打奥林匹亚之巅；第7，不能在聊天室聊天；第8，不能让任何的部队离开城市；第9，不能治疗医院；第10，不能给任何的头衔。11，任何的活动都不能完成，包括丝绸之路、奥西里斯联赛、卡鲁拉克等等。12，减少登录游戏。13，登录时间也不要超过15分钟一天。所以它的规则是比露娜还要更严格的。但是你们猜怎么样？他们还是一样匹配到这个地图了。那这个东西传出去之后呢，其实有不少玩家说他们的王国也是会效仿这个操作，为了就是要减少活跃度，让官方系统帮他们匹配到一些比较弱的对手。可是这一次看了945的情况呢，你们觉得这个效果还有用吗？只要你是在那个匹配值里面，你还是一样会被匹配进去的。因为我觉得官方他们不完全是用系统自动匹配的，还有包括手动匹配官方他们为了赚钱，不可能全部都是靠系统匹配，这点陆服的玩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就变成他们在这个地图里面了。他们在这个地图里面其实不要紧，因为他们也是先锋王国嘛。我让你们看数据就知道945为什么在这个地图这么惨了。这里数据看起来明显的1945才是最弱的那个王国，那比起302的击杀又比他高，战力又比他高，但是302还是可以配到一个盟友给他。相反的，数据这么糟糕的1945反而什么鬼都没有，一个队友配给他的都没有。他们前面努力了这么多，什么东西都不能做，配合王国邮件，想着说不要加入这场先锋对决，结果还是匹配进来了。匹配进来不用紧，还是最惨的那一个，所以我才说官方不可能是完全靠电脑匹配的。那你们看啊，电脑匹配的话，明显看起来302的数据是比945还要更好的。为什么要配个2327给他呢？2327给1945不好吗？2327配合给1945，虽然战力是变成最高了，但是击杀跟其他王国比起来呢，还是比较弱的，至少可以拿到平衡。但是你们看302跟2327这两个王国的击杀加起来呢，突然之间就超越1525了。只能说1945在这个地图是真的很可怜。可是这个地图我们等了整天，还是没有等到外交结果，不知道哪一个王国合作，完全没有消息。
我觉得韩国王国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像365跟1525，但是这2个王国合作就变成亚洲时区有人，北美时间就没有人了。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安排的话，选择1846是比较好的。里面还有包含韩国人，还有包括北美时间的玩家，就变成254要拿302跟1945，两个亚洲时区跟一个北美时区，出来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子，就会变成这样了，战力跟击杀不匹配。估计他们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感到头痛，所以讨论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结果，他们到底要跟哪个王国合作。在我录音的期间就已经看到有人放出假消息了，说254会跟525、945合作，365则是跟302、327、846合作。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最后被班尼本人无情的打脸了而且打脸打得特别快，他这个贴文才发出10分钟，班尼就出来说是假的。他这个贴文还说254不想要跟846还有302合作，这样子打的话会太简单了，并且254的玩家现在太肥了，就是战力太高，而且他们休息了大半年完全没有打仗，可能也是暗示着他们的资源加速有特别多。就算他发这个贴文是真的，他们真的这样子合作了，出来的数据明显不平衡啊！你看254那边明显差了很多，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尤其是击杀比对面少了1倍。我相信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子分配啦，这样子分配明显不公平。再来就是365就很丢脸了，在他们还在外交的期间，就有玩家发出了这个贴文，就问大家你们觉得要怎样分配？他们会怎样合作？没有想到第一名就是1254加1945打全部王国。1254跟945其实有大部分玩家都不太喜欢他们，不喜欢的具体原因呢，我觉得应该是嘴臭吧。尤其是254，他们的嘴巴是臭到不能再臭了。虽然他们嘴臭也是有实力打架。至于945，我对他们不太熟了，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玩家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明明是先锋王国，可是还是发了王国邮件，要求成员们做到那些条件，去找一些比较弱的王国匹配。明显感觉到他们就是想要欺负比较弱的王国，所以才把这2个王国匹配在一起去打全部王国。不过正常的玩家都是选择365、525还有846打其他的王国，这个也就是我第一次出来的那个方案。当然我本人更想要看的就是看他们 free for all 全部打起来，这样子才刺激才好看嘛，是不是？可是就变成一个问题，他这里说假设254没有人要跟他们打的话，254就会崩坏。没错，254他们就是想要打架的王国，没有人跟他们打就会很无聊，间接性王国就崩了。你们也看到班尼那个邮件了，就是太多人没有跟他们打架了，就变成他们王国很无聊，没有东西做。那下面的254加302打其他的王国，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啦。还有945打全部王国，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们欺软怕硬，是不是？就让全部王国针对他们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在这几天还没有出到方案，到底要怎样外交的话，有很大可能会真的变成 free for all。毕竟现在都要开始签字了，只有6天的时间就要进入失落之地，我们也只能耐心的等待他们出来的结果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们对于他们的 KVK 有什么看法呢？希望怎样搭配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